本视频是由良心无节操的每日语音公众号小白测评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有几天没有给大家录视频了，这个好久不见。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Pro 6 Plus 这台手机的体验测评。其实这台手机呢并没有上市啊，因为要到这个圣诞节的前夕才上市啊。我是目前呢找了一个工程机啊，在这儿呢也是特别声明，因为之前呢咱们都是基于量产机给大家做体验，但是这台机械我多方听到消息说应该是非常难买。如果你想买这个3299的高配版呢，那就更难了。所以说没办法，就先拿一个工程机给大家体验一下今年魅族的这台绝对的旗舰。在 Pro 6 Plus 没有发布之前，魅族一直在一种没有绝对旗舰的这个情况下，虽然有 Pro 6啊 Pro 6S， 但是呢这个处理器上呢都是 MTK 的。不管是魅友还是媒体还是魅族的所有用户们吧，都迫切的希望魅族呢有一款真旗舰出现。从之前很早就曝光的所谓的曲面屏，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加持黑科技，虽然没有出现吧，但是呢，好在有这个 Pro 6 Plus 最后救了一把场，算是给这个大家了一个交代。OK， 那咱们就废话少说，今天一起来看一看魅族今年的绝对旗舰 Pro 6 Plus。OK， 这次 Pro 6 Plus 的外包装盒呢，和 Pro 6和 6S 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大小我感觉都差不多。可以说是 Pro 6这个盒子开了一次膜之后，后边都已经铺好了啊。我这呢是已经被打开过了啊。充电器呢这次同样是最高到24瓦，同样还是带这个耳机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并不给你耳机啊。Type C 的一个普通的数据线，但是这个线材呢是比较粗的，咱们也就不看了啊。外包装上呢这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并没有为了这个旗舰机而单独的给它开一个不同的包装盒。整机拿在手里的第一感觉呢就是比较轻薄这个手机呢尺寸是 5.7 寸，但是拿在手里跟之前那种 Pro 6和 Pro 6S 几乎都是差不多的。在外观造型上呢唯一我觉得改变比较大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后面的摄像头了，跟之前的魅族的手机呢改变还是不小的。这个主摄像头呢做了一个 CD 纹的设计这个设计之前 Mate 8上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那个去年那一款机型。还有就是呢在手感上呢，照之前的Pro 6和 Pro 6S 呢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它的这个耳角做了一个变化。从后背板到正面的这个过渡上呢它有一个向里收的过程就是这样向里面收的过程。在手里的这个握持感呢，我持保留意见因为我个人觉得可能 Pro 6和 Pro 6S 的那种更适合我的这个喜好但是它的这个握持手感也绝对不会让你感觉这个 5.7 寸的手机特别大，也是比较优秀的。整个这个手机的厚度呢也是比较轻薄，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侧边呢是没有1加 3T 这么薄了但是它的总厚度呢是比1加 3T 呢还要薄上一些的。这手机拿在手里呢确实比较轻因为这个 5.7 寸的手机呢，这个电池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大只到3400毫安时，跟 5.5 寸的1加 3T 呢是一模一样的。整机的边框上呢还是延续了魅族比较优良的窄边框的传统它这个数据上呢是 3.16 毫米，也是非常窄的。这块屏幕呢必须要说一下今年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很少有 2K 屏的手机，但是魅族的这款旗舰呢是配备了一块 2K 的整个这个调教上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吧并没有感觉传统的 AMOLED 屏幕那么浓艳比如说咱们之前体验的那个 OPPO R9S 或者是 vivo 的手机在总体的 AMOLED 的屏幕素质中呢，应该算是我见过的一块还不错的一个手机了。整个手机拿在手里呢跟之前魅族的手机有点不太一样尤其是它这个摄像头做了这个 CD 纹的处理之后，上下这个天线条呢还是 U 型的设计同样还是在底部稍稍往上的一部分，并不是做到了这个边角处的这个工艺呢是比较难的，像这个 iPhone 一样。下边的这个摄像头呢同样是和之前那个一样，也是环形的闪光灯。作为旗舰机呢同样也是配备了这个魅族的 3D Press 压力触控的这个功能不过我在使用
这个 Pro 6和 Pro 6S 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功能基本是没有用到。同样，这个在 iPhone 上的这个压力触控呢，现在用的也是比较少。虽然在这个后期的系统更新上呢，加入了更多的功能，但是实际应用上呢，可能是我个人习惯的原因，还是用的比较少。在按键上呢，无论是 Home 键还是它的这些音量啊、电源键上啊，都是比较扎实的，有一种旗舰范儿啊。底部的这个扬声器呢做成了2排，同样上面之前是一个大白的设计嘛，整体的做工上呢还是秉承了一个旗舰机该有的素质，尤其是在这个边框的过渡上啊，之前咱们提过很多次，无论是魅族、小米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国产厂商，这个金属框啊与前面板之间这个白色的塑料条呢，有的做的是比较凸起的，有的做的比较好啊。这台机器呢，几乎让你感觉不到了，整个这个手指划过边缘的时候呢，就感觉非常好。2.5D 的这种效果做的还是挺棒的。在摄像头上呢，前置的这一颗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也没有什么补光灯的设置，也没有什么高像素，就是普通的这个500万，这个感觉稍稍有一点点遗憾啊。后面的这一颗呢，也是比较传统的 MX386啊，这颗传感器1200万像素，这个应该是魅族采用了非常成熟的一个方案，保证它并不会出错啊。在这个调教上呢，不会有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能保持一个比较不错的水平。一会儿呢，咱们去给大家拍一些样张看一下啊。在相机上呢，咱们先来简单看一下快门啊。现在在亮度上呢，与1+3T 呢都是调到了适中的位置。在起影框上来看呢，还是1+3T 这个亮度呢要稍微高一些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后边这个雷神的手办，顶部呢非常发亮啊。快门速度上呢，都还是比较快的。手动的反差对焦上呢，同样是旗舰机的水平啊，没有一丝的拖拽感，直接就是一步到位，感觉比1+3T 的这个稍微要快一些。3T 的这个有一个拉回来的过程，但是 Pro 6 Plus 呢是直接对过去。这个速度上呢还是比较快的，在硬件配置上呢肯定是一点都不差，绝对都是旗舰机的水平。最重要的就是 Pro 6 Plus 呢终于采用了旗舰级别的处理器，虽然它已经不是最强旗舰了啊，但是还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颗处理器，就是8890。我拿到的这一台呢是低配版啊，就是2999的版本。我听说这个大部分放出来的工程机呢也都是这个版本，拿到高配版的是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在这强调一下，这个8890的处理器呢，低配版是阉割过了的。这个在上期的 Pro 6S 的视频结尾呢也和大家说过，在这个京东的预售的这个页面上呢，魅族呢并没有特别的标注出来这个8890的处理器呢标准版啊，就是低配版是经过阉割的，它的频率呢是比这个高配版要少的。我觉得这事儿呢，咱们绝对不是黑魅族啊，这款机器确实是不错啊，但是这件事上办的可能是稍微差点意思，不是那么够实在。安卓版本呢还没有升级到 7.0， 同样还是 6.0 的状态。我这台的 Flyme 呢也在 Flyme 5的这个状态下，并没有到 Flyme 6不过这次 Flyme 6的改变呢，除了这个外观皮肤上改变之外啊，内部呢可能改变呢并不是特别的大。现在这个各家的这个系统啊，无论是 Flyme 也好，还是 MIUI 也好啊，哪怕是比较新的轻 OS 也好，在功能点上呢都已经趋于完善了。实质性的改变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大，比如说给你带来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能就是换了一套默认皮肤，让你觉得这个改变比较大吧。卡槽上呢同样是不可以扩展，就是2个最小的 Nano 卡。这个卡托呢是金属一体的，做工呢也是比较精致，不和之前那 Pro 6和 Pro 6S 一样，后面是平的，它是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过渡的，不过几乎感觉不出来，非常非常小，就是在这个两边的地方，这个角度还是比较骚气的啊。但是拿在手里呢，这个手感呢确实不错，并没有让我感觉这台5.7寸的手机呢比较累赘。OK， 咱们去外边拍一些照片，然后把玩一下，回来再和大家聊。先到这里。OK， 又到了喜闻乐见的掉粉时间了。如果你觉得每一期10-20分钟的视频不过瘾，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好吧，我知道这个名字直白且土气啊。首先是每天晚上与你语音聊天，分享科技圈的最新资讯，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小白黑科技商城正式上线了啊！智能家机、手机配件、奇趣潮品，全部都是小白亲自选的，而且大部分呢我也都亲自的体验过啊。有事没事去逛一逛，每晚开车不见不散哦。
这次的 Pro 6 Plus 的相机呢，小白是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加入了1+3T，在国产机中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拍照好手。还有就是我们的参照对比 iPhone 7 Plus， 在整体相机的使用体验方面呢，三者都是比较轻快优良。在实拍样张上呢 ，Pro 6 Plus 基本与 Pro 6S 呢处在同一个调教风格上第一张1+3T 与 iPhone 7 Plus 呢非常相似7 Plus 的蓝天呢更蓝一些，而反观 Pro 6 Plus 呢则有一点曝光过度整体天空呢灰蒙蒙的并不是那么的好看。在第二张上呢 ，Pro 6 Plus 这种高曝光的效果呢，则体现出来了优势。整体有阴影的情况下呢，光线条件不是那么特别好1+3T 呢，整体照片呢则比较偏暗。iPhone 7 Plus 呢则处在一个适中的状态反观 Pro 6 Plus 呢，整体照片呢非常的亮比实际情况呢要亮多了，但是整体照片的观感呢是三者中最好的。光线比较好的第三张呢，三者的差别几乎是看不出来非常的相似但是呢 Pro 6 Plus 在总体的样张上呢，还是相对于两者呢有一点点偏冷的情况，这个延续了所有的样张，大家可以往后看。在解析力上，只是1+3T 呢为1600万，剩下两者呢都是1200万解析力上也几乎是差不多的1+3T 可能会好那么一点这个并不是你需要担心的点。微距这一张呢1+3T 呢整体照片比较平淡估计呢它是想更突出这个主体物，后边的这些砖块呢纹理都给隐去了。Pro 6 Plus 与 iPhone 7 Plus 的整体观感呢都非常不错，只是颜色倾向上的不同。我个人呢可能还更喜欢 Pro 6 Plus 的这一张。在背光的条件下呢，条件不是太好，1+3T 呢则更偏向于还原真实。Pro 6 Plus 呢亮度依旧是非常的高，但是天空的过渡上呢，感觉有一点像 P 的不太自然。iPhone 7 Plus 的天空过渡呢，则相对来说自然一些整体呢也处在一个适中的状态。在全逆光拍摄的情况下呢，当然这个平时拍照这种情况非常少1+3T 呢直接给你加了一个温暖的滤镜魅族的 Pro 6 Plus 呢给你加了一个比较寒冷的滤镜iPhone 7 Plus 呢比较适中也更还原于真实但是呢出现了光斑，我也反复拍了几次，但是出现光斑的概率呢还是比较大，所以说我干脆放了这一张。到了夜晚，三者的调教倾向完全展露无遗。1+3T 呢还是像白天一样这个暖暖的感觉。Pro 6 Plus 呢依旧是延续了这种清冷风。iPhone 7 Plus 呢则处在一个比较适中的状态，但是纵观三者的整体观感，甚至是一些参数上呢，基本上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总体观感上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差距的，只不过是各家的倾向有所不同而已。夜景的第二张光线呢更差了一些，但是三者的风格呢依旧如前Pro 6 Plus 呢依旧是清冷的感觉不过三者整体呢都是比较优秀的。极限弱光条件下呢 Pro 6 Plus 的亮度呢则又差点意思1+3T 呢中规中矩， iPhone 7 Plus 呢亮度是最高的，整体观感与可见度上呢也是最好的当然噪点也稍微多了一点。Pro 6 Plus 的噪点呢控制是最棒最纯净的，但是因为亮度压得低嘛，可见度也是最差的一个。这两天我的拍照体验下来呢，感觉 Pro 6 Plus 呢照 Pro 6S 呢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改进的，起码相机的成片上呢是比较稳定了。相机的使用上呢，虽然 Pro 6 Plus 带了4轴防抖，但是这个拍糊的概率呢，相对于其他两者中呢也是最高的一个，你手要稳着点总体体验下来，感觉今年的国产机在拍照方面呢进步非常大，无论是魅族的 Pro 6 Plus 还是1+3T， 或者是之前咱们体验过的小米 5S、小米 Note 2，在最终的成像效果上呢，与国际旗舰呢差距都非常小了。如果不是以这种非常极客的眼光去看呢，优秀的国产旗舰呢与国际旗舰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同样还是老规矩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直接回复魅族 Pro 6 Plus 样张这几个关键字，更多的实拍样张图让你查看。OK， 咱们现在录入指纹，即便是旗舰机虽然比较快了，但是还是不能一下解到里面，还是要稍微的停顿一下。而且它的速度呢，已经几乎做到了摁下去手指离开就可以解锁的这么一个极速状态了与1+3T 的这个差距并不大了，但是感觉还是稍稍的慢了一点。这个只是两家厂商选择的方案不同吧。魅族呢，它就是让你有一个点亮屏幕的这个过程。
在续航发热上呢 ，Pro 6 Plus 呢表现还算不错啊，3400毫安时的电池对于一个5.7寸还是2K 屏的手机来说呢，其实压力还是有一些的啊。标配24瓦的快充啊，实际使用上呢大概在22瓦，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1小时充电86%，充满呢则需要1小时13分钟啊，这个速度啊也没什么话说了。最高温度呢也出现在充电上40度，这个温度呢对于821、820来说呢还是比较优秀的，在功耗发热上呢控制的比较均衡。在续航体验上呢，基本上就是一天，从中午开始使用的到晚上8、9点钟呢，也就差不多了。照 Note 5来说呢，是稍微差点意思，因为毕竟这个电池呢不够4000毫安时，这屏幕呢也比较大。综合使用下来说呢 ，Pro 6 Plus 你可以说不是安卓机中的性能最强的，毕竟这个处理器呢才刚刚赶上第一梯队的最后1名。但是呢，它也是魅族今年最棒的一款手机，最有诚意的吧。我个人感觉，亮点咱们虽然找不到，但是总体的综合性能上呢还是不错的啊。你肯定也是找不到什么黑点。总体上来说，这还是一款比较不错的手机。手机的性能方面，虽然我这个是阉割的低配版8890，并不是满血版本，但是我在实际的使用中呢，感觉还行。这个大型游戏方面呢，基本上也都通吃了。照旗舰的821来说呢，也只是在软件的打开速度上微微有一些差别，或者是后台呢有多任务的情况下稍微会慢那么一点啊。不过这个并不明显啊。但是有一件事我很纳闷啊，就是有2个大核呢总不在线啊，即便是在手机满载运行的情况下呢也不开启，这个让我非常不解啊。不知道高配版的还是不是这个情况。OK， 总体体验 Pro 6 Plus 下来呢，我个人感觉这台手机呢，在魅族的现阶段呢，还是比较良心的一台机器。魅族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整个的舆论环境也不好，它的资金链呢，可能在今年呢，也并不是那么的充裕啊，又是官司跟别人打，别人跟他打之类的，是吧？魅族呢也确实把它能给大家的这个技术和产品呢都给大家了。关于这台手机呢，如果你要是能买到一台高配版啊，那基本上。功德圆满吧，就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了。即便是这个低配版的2999的市售价，虽然是这个阉割掉的一个8890的这款处理器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你对性能的有要求，就比如说经常玩这个3D 的大型游戏，或者是一个比较深度的这个机友的话呢，还是建议买这个骁龙的821处理器的手机。尤其是这个低配版的这个 Plus 可能还稍微差一点意思。当然，这个就看你自己的权衡吧。在颜色的选择上呢，关于这台手机，还是推荐深色版本啊。这个不是我个人喜欢深色，因为这个白色版呢，不知道大家看视频有没有这个感觉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旗舰范儿啊。深色版呢，我见过一次，可能更酷一些，更符合这个今年魅族绝对旗舰的这个定位。这台手机呢，从里到外从它的这个内部配置，哪怕到外边这个包装盒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不过呢，在这个魅族现阶段的情况下呢，也算是一款良心的手机了。之前呢，虽然有过各种传闻是吧，大家都说这台手机呢就是捡了三星 Galaxy Note 7掉下来的装备而打造的。而且网上呢也流传小道消息说 Note 7的项目砍掉之后呢，这些工程料全部都卖给了魅族，这个咱们都不管了，这个也不知道真假。总而言之，最后魅族在年终交的这个答卷，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而且呢，这款机器的实际使用体验上呢，也确实是没有什么短板只不过是在这个量产上，我大大的打一个问号因为我觉得它应该是非常非常难买。这个也是这台手机比较大的一个吐槽吧。我一直觉得Plus 这台手机更像是一台广告机，更像是一个答卷就是你看我魅族是有这么强的手机的你不要说我这个今年没有绝对旗舰我是可以做得出来的在真正的这个销售量上呢，相信会有一个说明的除非呢魅族后边是吧有什么大的改变、大的动作能真正的把这台手机给推出来。经常关注我视频的小伙伴肯定都知道，这个8890的这款处理器呢，我个人来说是比较喜欢吧。在这个推荐 Galaxy S7 的时候，我就推荐好多小伙伴购买这个港版的8890的 S7。这款处理器呢，还是和820一个时代的。别说现在这个821和这个苹果的 A9X， 搞不好过完年三星发布这 S8 的时候，都会搭载835这个处理器了多少呢？还是有一些姗姗来迟了。
不论是这款处理器还是这款手机来说。OK， 今年的魅族呢磕磕绊绊嘛，总算是最后交了一份答卷能交多少呢？那就不知道了啊。本期视频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这个 Pro 6 Plus 的视频呢也算是小白测评在今年最后的一款旗舰级别或者是重量级别的手机的一个视频了。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除了这个视频呢，我们还有最重要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扫码关注就可以了。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在那和你聊天。本期视频的这个活动啊，这个年终最后一个重量级的旗舰嘛，肯定要送一份礼物啊，就是魅族的背包一个。参与我们活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小白测评”4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就是小白测评啊，直接在公众号回复“小白测评”这4个字或者呢去我的微博，然后直接转发这期视频的置顶微博，随便艾特你的3个好友就可以了这2个都可以，但是如果你2个都参与的话呢中奖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吧，因为我在哪儿都能看到你的名字是吧？这个背包呢也是我当时自己购买的，我也没有背过，这个全新的啊。好感谢大家参与我们这个年终的活动啊。除了这个抽奖活动呢，其实还有很多啊，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还有就是小白测评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每晚的科技资讯刷一遍，今天的科技圈大事你都了解了。好了，啰啰嗦嗦，视频就到这儿。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见，拜拜。OK 本期的花絮呢，跟大家简单聊几句啊。这期你看到视频的时候，应该都快元旦了吧？首先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啊！这个虽然不是这个农历的春节，但是也算是进入2017年了。这期视频呢，应该算是2016年结束的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视频了。这个机器呢也比较重要。当时我是想着购买这个量产机的，但是我想一下，如果万一我要是出现什么差错，买不到这手机，然后或者是借不到，搞不好就得2017年才发。所以说，我想着这个年底啊，要做一个比较重要一点的视频，所以说就没办法借了一个工程机。如果后面呢，我要是能有机会再买到这个 Pro 6 Plus 的量产版的话呢，肯定还是会给大家做这个补充视频的啊。这个关注我们的小伙伴都知道，咱们肯定是以这个量产版的机器作为最终的评价的，因为这个工程版的机器，有理由，你知道吧？就是一旦它出现什么毛病，或者是拍照上面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就可以说不知道这是不是工程机的原因啊？这简直是一句万能的话啊！无论这个机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拿这句话来圆。所以说还是坚持做这个量产机。关于这个魅族呢，就是多说2句吧。其实这个老粉都知道，我之前是一个魅友，其实对这个魅族呢还是有一些感情的。虽然后来做视频之后，肯定要秉着这个尽量中立客观的这个角度来说，这台机器呢，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个短板，只不过是应该产量会比较少。这个我这边得到的消息也是。明年呢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整个市场来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大家可能在各个渠道也都听说了是吧？因为从今年开始就有苗头了嘛，各家这个溢价都在提高，明年估计就不会再有什么性价比特别高的产品了，应该都是会提升这个品质感，要这个更高的溢价，要这个更高的这个毛利润，利润可能明年会高一些，这也其实是好事儿，因为随着这个品质感的提升啊，这个国产机的这个格调啊，还有就是这个整体的质量上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毕竟商家挣的钱多了，他才能更好的这个研发新的这个产品吧。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这 OA 就不是吧？但其实 OA 这个也是花了不少钱在这方面的，只不过是大家可能就是
天生的就是只要一谈这个，我也就觉得，在洗地啊或者怎么样好了，在视频中咱也不撕这个事儿了。还有就是作为感谢吧，就是在这也特别跟大家说一句感谢，因为今年就16年嘛，2016这个数字呢已经结束了，就是算进入到2017年，特别感谢大家，一直关注小白测评的频道，还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这块呢，我们也是花了非常大的精力，然后去做啊，每天呢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内容，更有意思、更有料的那个内容。希望大家明年咱们一起吧，对吧？今年其实无论是从我测评的这些机器体验的这些产品来说，还是从我自身来说，就是做视频的这个路程来说，也经历了特别多事儿。这个关注咱们公众号的人应该都知道，因为每次出什么事儿呢，我都是第一时间先在公众号里面说啊。这视频里面呢提的比较少，几乎都没有提过，因为我知道这个看视频的人呢就是大众了，是吧？就是什么都有。但是在这个公众号里面呢，我说话可能就更放肆一些啊，因为毕竟都是咱们一块儿的这个粉丝一起我在忙着，一会儿再打啊。好了啊，那也就不啰嗦了啊。就是首先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应该还没到这个元旦，但是我提前祝一下吧，因为那个时候祝福太多了，你肯定就忘记我了，是吧？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还有就是新年新气象，有一个新的变化。关于我自己这边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事儿，就是明年要面临毕业了这个也是一个挺大的事儿，是吧？也不知道怎么来继续，或者说是找工作，或者是怎么样，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吧。到明年的时候，总而言之，这事儿我还是想继续做的，但是实际情况就理想回归现实的话，那就不一定了，是吧？OK，那就不多说了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小白测评的微博就可以了。新年快乐！对了，参与我们的活动啊，这个魅族的背包，公众号回复小白测评，你就会被后台记录，还有就是转发这期视频的置顶微博就可以了。拜拜。